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台湾恐怖电影《民雄鬼屋》。众所周知，宝岛台湾有不少乡野灵异奇谈，特别是著名的4大鬼屋，分别是嘉义民雄鬼屋、台南新民医院、基隆鬼屋以及台中乌日鬼屋。其中讨论度第一的毋庸置疑是位于台湾西南部嘉义市民雄乡的刘家古宅，它便是被誉为4大鬼屋之首的民雄鬼屋。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部根据台湾真实地点改编的恐怖片。故事开始在1971年的一天夜里，何少爷听到一个女生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他被吓得胡乱开着枪，可很快就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不由自主地举枪自尽。几天后，一位大师告诉何太太，何先生并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一只女鬼害死的。不出意外的话，女鬼必然还会对他们的儿子下手，所以日后一定要格外注意。男孩命中犯水，必须避开一切有水的地方，否则活不过14岁。但最终小男孩还是不幸地淹死在了小溪里，没有活过14岁。转眼时间来到30年后，小琪和学长阿志一起游泳。阿志说小琪一直带着护身符会留下晒痕，小琪觉得有道理，便摘下护身符放在了一边。但他不知道的是，护身符不知怎么的突然掉进了下水道里。等他再次下水时，刚游了没几米就忽然溺水。阿志见状急忙跳入水中救援，却看见水底有一具无头女尸在拉着小琪。这时发现异常的游客们纷纷跳入水中救人，那个无头女尸也随之消失了。上岸后，小琪表示自己只是腿抽筋而已。阿志没有告诉他无头女尸的事，但心底却开始担心小琪。原来他的家族历代都有着阴阳眼，可以看见鬼。那个无头女尸显然就是鬼，可他为什么会盯上小琪呢？不久后，外婆带着小琪和母亲去给外公扫墓。外婆正是影片开头的何太太，而母亲则是何太太的女儿何圣心，也就是被淹死男孩的妹妹。就在外婆和母亲在虔诚祭拜的时候，小琪却鬼使神差地走向后面的树林，没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个周围挂满符咒的神龛。他好奇地打开查看，结果神龛里有一个填满符咒的坛子，显然小琪是打开了某种封印，可怕的事情也即将发生。与此同时，外婆和母亲发现小琪不见了，焦急地四处寻找。殊不知此时的小琪已经回了家。只见他直奔被封禁的3楼而去，用菜刀砸开门锁，然后又轻车熟路地砸开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从床底摸出一个罐子，狠狠地将其砸碎。而那只罐子下面还压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傍晚时，寻找无果的外婆和母亲回了家。外婆发现3楼的门锁被破坏后，顿时心急如焚，冒着大雨就出门找法师去了。而何圣心则独自在家中寻找。他来到了小琪打开的那间屋子，意外的在一面镜子上发现了几个血字：仆人帮我梳头。就在何圣心一脸懵逼时，一把梳子从后面撩起了他的头发，他被吓得大声尖叫，可梳子却又消失不见了。但很快旁边又出现了一条挂着的裙子，还缓缓地转过来对着他。他刚想夺门而逃，可门却砰的一声死死关上了，紧接着又有几滴血滴在了他的额头上。手足无措的他慌忙躲进衣柜。这时突然有人进来，当柜门被打开的那一刻，他再次放声尖叫，可定睛一看，来人正是小琪的学长阿志。原来他是来找小琪的，听到叫声便上来查看。可当得知何圣心是小琪的母亲时，他却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时一旁的梳妆镜突然爆裂，里面隐约传来了小琪的哭声。阿志伸出手查看，却发现手镜可以穿过那面镜子。这是一面奇怪的镜子，阿志和何圣心穿过镜子来到了另一个空间，这里和镜子外的摆设一模一样，就是东西破旧了许多。就在两人不明觉厉之时，外面忽然传来了小琪的哭声。两人通过窗户看到，小琪正一边哭着一边走向一口水井。何圣心急忙下来阻拦，可小琪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他跑到井边呼喊，不料井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幸好阿志及时赶来。天地神宗万奇不可，故圣言憎恶三党，3界内外唯道独尊。最后两人再次逃到屋里，躲在神龛下。阿志告诉何圣心，刚才的不是小琪，而是鬼，因为自己从小就可以。话还没说完，神龛就被打翻。惊恐中，何圣心听到有个女生在叫他。姐，何圣心。他循着声音再次来到3楼，结果就看到了正在弹琴的小琪。可小琪见到他后，竟抄起一把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何圣心急忙上前阻拦，嘴上还叫着阿志让他来帮忙。可阿志赶来后却告诉他，我是小琪。何圣心被吓得摇头晃脑，阿志却发现先前过来的镜子恢复了原状，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回不去了。就在两人不知如何是好时，又听见院子里有声音传来，出来一看，是何太太在安排几个工人往井里埋什么东西。此时又一个何太太带着法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而这个何太太正是现实中的她带着法师来到被小琪砸开的那间房。法师看到地上被砸碎的罐子后，立马表示是他回来了，然后拿出那张原本被罐子压着的照片，让何太太用令牌打他，边打还边喊他的名字。何太太按照指示，一边用令牌狠狠地抽打照片，一边喊着何德新的名字。原来何德新是何圣心的妹妹，当年何太太带着大儿子和姐妹俩一起外出，何圣心不小心把鞋子丢在了小溪里，大儿子下水去捡，不料却被淹死。为了不被何太太责怪，何圣心抢走了何德新的鞋，并谎称是妹妹丢了鞋才导致哥哥溺死，何太太便因此怀恨在心，认定是何德新克死了儿子。事后何圣心又向妹妹求和，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陪着妹妹，姐妹俩要一起快乐一辈子。然而何德新并没有因此释怀，反而心结越来越重，一天天的抑郁下去。忽然有一天他发现脸上长出了一大块黑斑，随后就变得发狂了起来，成天在家里大喊大闹。何
太太认为他是着了魔，便请来法师驱魔。两个法师十分粗暴地将其绑走。此时何胜兴刚被负心汉抛弃，抱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根本无心关心妹妹。面对妹妹的惊恐呼救，他选择默默转身关上了房门。接着画面回到现实，随着何太太不停地抽打照片，阿志所处的空间也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并且同一时间，被何德兴附身的小琪也向法师和何太太爬了过来。何太太见状，连忙加大力度抽打照片，终于何德兴挺不住，随着一口番茄汁喷涌而出，小琪便倒在了地上。这时正在另一个空间看着一切的阿志，忽然发现镜子又可以连接两个空间了，于是抓住机会跳回了现实，而何胜兴却迟了一步，坠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逃出来的阿志首先将小琪抱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边，一具无头女尸忽然现身，一把抓住了何太太的脖子，将她提了起来。法师见状连忙出手。女尸消失后，法师拿出宝剑，随时准备迎击，殊不知女尸就在两人的身后，突然宝剑被怪力击飞。下一秒，何德兴再次偷袭，双手死死掐住何太太的脖子，然后化作一团黑烟附在了她身上。这时法师也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于是慌忙逃走。可何德兴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他走，而是控制着何太太的身体，拿着菜刀缓缓来到了法师面前。看着法师就这样被强制下线，躲在一旁的阿志转身就要逃走，不料下一秒被附身的何太太就用菜刀抵住了他的脖子。好在他没有杀了阿志，而是逼着他去水井下挖点什么。果不其然，阿志挖出了一个被包裹的球形物体，爬出来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颗头骨。原来当年何德兴被法师驱邪后回到家，没多久便跳井自杀了。法师告诉何太太，何德兴的生辰八字与当年害死何少爷的那只女鬼的死亡时间相同。为了确保何家往后能风平浪静，必须将何德兴身首分离进行封印，并且还必须由何太太来完成砍头。接着他们将何德兴的身体烧成灰，封印在了树林中的神龛里，头颅则封印在了那口井里，还将他的随身物品封印在了床底下。画面再次回到现实，何德兴将自己的头骨放在地上，控制着何太太的身体不停地向他磕头，像是想让母亲给自己赔罪。阿志见状急忙上前阻止，屋里的小琪也冲了出来，两人担心外婆会因此丧命。好在阿志灵机一动，质问何德兴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说自己和小琪会帮他完成。听到这些，何德兴果然停了下来。把我和姐姐摆在一起。接着画面又来到了何胜兴这边，他坠入黑暗之后，便来到了水井下的一空间里。很快何德兴便现身质问姐姐，为什么不帮自己，为什么要抛弃自己，不是说好要一起快乐一辈子？原来当年他被两个法师以驱邪的名义绑走后，两个丧心病狂的法师竟然侵犯了他，这才导致何德兴彻底崩溃，最终跳井自尽。何胜兴听后是既震惊又害怕，连忙向妹妹道歉。可这时何德兴又说出了另一个可怕的真相，那就是何胜兴也早就死了。原来何德兴去世后，何胜兴也感觉妹妹是替他而死，便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责怪母亲为何一直要把妹妹当作克星，将她逼上绝路。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小心踩到一滩淤泥，当时就摔到井底，一命呜呼了，也算是履行了和妹妹的承诺了。只是他一直放心不下小琪，不肯接受自己死掉的事实，一直陪在母亲和小琪身边。其实最开始时去扫墓的只有小琪和外婆，后来找小琪的也只有外婆一人，所以当时阿志得知她是小琪的母亲后，才会出现那副表情。而他之所以能看到何胜兴，完全是因为他的阴阳眼。刚刚想跟你讲，其实我看得到鬼。第二天，警方带走了外婆，她因杀害法师被捕入狱，而阿志和小琪则按照约定将何胜兴和何德兴两姐妹葬在了一起。不久后，两人去狱中看望外婆，此时她已然精神失常，甚至把阿志当成了自己的丈夫和少爷。通过她的胡言乱语，我们终于得知了整场悲剧的根源，一切都源自何家的一个丫鬟。当时这个丫鬟被何少爷引诱，两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何太太得知此事后便命人将丫鬟投井，不过她却侥幸逃脱了。随后丫鬟找到何少爷，请他保护自己，谁知何少爷也只是玩玩，没有打算负责。万念俱灰的丫鬟一时想不开自尽，随后化为厉鬼来复仇。首先就是何少爷，再后来大儿子何德兴、何胜兴的死，实际上也都是这个丫鬟一手造成的。影片的最后，阿志和小琪找到了一个大师算命，大师表示小琪母亲兄妹三人都是命中犯水，而他则是命中犯火，日后除非是家里的厨房，其他时候切忌用火，老宅子也不能再住。于是小琪便搬离了那栋大宅。可忽然一团火烧坏了整个画面，这也就意味着小琪最终也没能逃过此劫。而那个丫鬟在完成复仇后，也彻底霸占了那所大宅，从而形成了日后骇人听闻的明雄鬼屋。